记得上一次啊，也就是去年在开斋节的前期呢，在斋月的时候，我采访的一个华人的外交官 Robert 赵啊，他呢给我发了今天的这个活动，在甲洞的叫宁静清真寺啊，他举办的是专门针对华裔穆斯林新进入的和非穆斯林的华人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增加对穆斯林的了解。Robert， 我1年多前我们在这个斋月的时候对聊嘛，然后我把节目放出来以后啊，其实我本来预计你是会很受欢迎的，因为你有很好的学识，然后表达也特别好啊，又是外交官。但我坦白讲啊，我觉得对华人穆斯林的误解还是不少的。你看下面就有很多人，对，他就靠直觉说，对吧？怎么不好，意思就是你怎样数典忘祖。我觉得还是这些事情。那你今天办的这个活动又是帮华人融入穆斯林的，所以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就你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清真寺是怎么去帮助就是非原生穆斯林去融入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嘛，但我们当然我们很难去要求2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完全的了解对方。我们就是华人和马来人好了，华人本土就信什么佛道儒咯，对，然后他们在历史上和马来人也有一些渊源。你在马来西亚住了也快3年了吧？对，快3年。513事件听过没？听过。大屠杀、大逃亡这些之类的，这些都在我们的祖辈，尤其是现今70、80岁那一代，都有一些很深的这个怎么说？我不能说是误解，它是真实发生的事。但我们也要知道后面操盘手是谁。但我们如果在我们说现在的这个30、40岁这一代人，我们在这个不是信息闭塞的时代，我们可以从这些各种文献中、各种这个历史学家的这些分析、这些访谈中，可以完全看得到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当然就是因为这种怎么说历史的渊源吧，使到不同种族之间有很大的隔阂。当然你可以看到访谈，这个人不应该是受欢迎吗？这个人不应该比较好吗？对啊，为什么这个反应却是这样子？所以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隔阂误解。然后回到说我们怎么去面对，逆来顺受。它也是个方法，你知道吗？就是面对现实的意思。所以先是呢签到，然后呢就开始用餐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马来人的菜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王太，你觉得口味怎么样？辣的嘴唇说不出话了。对，那个牛肉有点麻辣的感觉，但是滋味都很浓郁啊。还有吃到了马来人的油饭，婚宴的时候会煮这饭，它叫做油饭。所以如果他们说你什么时候请我吃油饭啊，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意思。这还不知道。好的，他们的传统。但是跟华人的油饭是不一样的，对吧？是啊，叫您怎么称呼？我姓黄，叫我叫黄启明，祈祷的启敏节的敏。启明你好。牛肉鸡肉，像色拉菜一样的那种，是吧？黄梨、青瓜。这个。我觉得每个东西都是颜色鲜艳的，很好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啊，因为它的那些滋味都很浓郁。不论是牛肉啊，还有鸡肉啊，还有那个像春卷一样，但甜甜的。薄饼啊，叫什么？那个就薄饼啊，马来薄饼。马来薄饼，那个是薄饼，那个像春卷一样的。油饭一次性都吃到够。本来一直说，外面哪里有好吃的马来餐哦，我们到处在找不同的，我们就想找不同的东西，找不到，因为不知道哪里可以吃到。这种就叫 nasi biryani。这就是 nasi biryani 啊，橙色的、金黄色的 nasi biryani，所以它的配菜就是那种。我还以为南印度的那种是 biryani 呢。不同国家不同 biryani 吧，这里是本土的 biryani。看到一个粉丝大哥，是个华裔穆斯林。大哥你怎么称呼啊？叫我阿忠好的。想问一下，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加入穆斯林的呢？要20年了。已经有20年了。要差不多20年。当时是什么机会加入的呢？这朋友全部是穆斯林。就生活中的朋友。生活中。所以他们也会向你介绍。你觉得说你加入以后有什么改变吗？崇拜的东西，我们跟他祈求，他就要给我们。如果他不给我们的，等我们已经去世的话，去了那个坟墓的话，他审判我们了。如果他想给我们，世界不给的话，他就下面给。穆斯林合法继承人这个部分有一点难度咯，
尤其是像我，或者是像在座的一些3年5年的，你可能没有家人，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就比较麻烦，不是比较，真的是很麻烦，你必须早一点处理咯。所以包括有什么问题需要有这个律师，或者是我讲说这个伊斯兰遗嘱规划师。因为我今天我是华人，我的血怎么割出来就是华人的血嘛。你说我进了教我就忘记祖宗了，我就不记得我姓赵了，这也说不通嘛。当然，因为我是因为经过了解研究而选择了伊斯兰这个信仰，但很多人他不能把信仰和信徒这2个概念分开。穆斯林做了多么糟糕的事情，那是穆斯林本身的事情。和伊斯兰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说啊，因为这个学生考不好就是老师的问题，学生有问题啊，是学校的问题嘛？所以这东西很多不同的因素而造成嘛。当然说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环境、教育啊、各种人文水平等等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然后回到你第2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清真寺要怎么帮我们可以相互融入？这个不简单。今天你们看到这个活动啊，可能1年也没办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没人懂怎么办啊？你说我们刚刚有一些华人是讲英语的，讲这个中文的，或者说马来话，但能够流利用马语沟通的不多。那我们要了解伊斯兰，容易的话就是最容易最直接的了当的方法就是问马来人，用什么语言问？马来语咯。那华人会马语的多吗？也不多。流利沟通的也不多，好像刚才我可以3语自由切换，也很少。我是人才，没了。确实，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可能不是每个人有这个文化水平或者这个理解的能力。我们讲 you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你可以怪他吗？不能怪他，那就怎么样？就这样哦。所以我们讲不同层次的人，他的认知层面阻碍了他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好像你们可以来清真寺里面做访谈和穆斯林聊这些事情，可能你们就是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可以理解，可以接纳不同的这些 idea， 也可以问一些你们觉得很想知道这些问题，但其实其他人会这样子吗？不太会这样子。对，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不能回答也可以哦，就是你觉得作为华裔穆斯林哦，就你身边的人理解你吗？家里人啊，身边的朋友啊，有多大程度上理解你？像我的方式是。我要了解伊斯兰教，我进来伊斯兰教，可我进来伊斯兰教也是有很多好处啊，也是对我好。可是我们慢慢加入的话，亲戚们看到我们好，他会很开心。家里人大概花了多少年才比较理解你？花了很久啊。你觉得身边还有人会有误会你吗？就说啊，你怎么会加入穆斯林啊？你是华人啊？你这种声音还会有吗？现在我没有听到的，可能你的圈子也是大家都是穆斯林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可是就外面的朋友那些不是穆斯林，他就会问我这些问题为什么你要加入这个伊斯兰教？我就说，这个是从我自己加入的，不是人家别人逼我加入的，没有自由意志嘛，是的，说得好。很多东西了，可是有些东西是我们要自己看的，要看我们要怎样去跟他们解释，跟他们了解。我是觉得就不应该太轻易的去评价别人了，你不理解别人的这个同样是一种狭隘。是。但我觉得我看到已经有很好的，你说大马的那种多元，就好比说我、你、他，我们3个人是可以很好的先是站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你自己的实践和期待的肯定是更好的，可以。当然。那融合是另外一个意思，不单单只是我们可以站在一起，不然它也是一种脆弱的在一起。是，我感觉我们说有不同层次吧。先站在一起，坐下一起吃饭，聊天，信任，再聊心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语言隔阂、信仰隔，可能他们做这一些我不了解的事情，我就很怕，不想和你掺太多，那我就选择不要去问太多的事情了。所以这些都会很有影响了。回到个点就是语言，然后心态。但是呢，你在有一些比较不城市的地方。反而越村落的地方，他们关系越好。没有受到一些媒体啊、一些思想的这些影响。
对，我觉得人与人朴素之间就是亲亲和和，我们是可以互相信任的，对吧？没必要有这么多的界限，那个代价也很高，对吧？是。非穆斯林的这些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进食的穆斯林面前，需要做哪些就是礼仪？比如讲说，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的华人朋友说，不要在他们面前去吃东西，然后喝水也不要做这样事情。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斋月 Ramadan 它本身就是对穆斯林的一种训练，有没有可能我们讲说，我今天要斋戒30天，我早上吃了，所以现在中午现在是3点嘛，我现在很渴，我看到你在那边大口大口的吃着 OK 的鸡肉，然后我又喝到很冰的水，我觉得很辛苦。那么现在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都其实不是谁的问题，在我的信仰中，这是对我的训练。但是如果你知道我很辛苦的话，那你就尽量避免。有时候我们工作废寝忘食，也是斋戒一整天，只是有没有察觉到我有没有在斋戒而已。好像你说在学校的考量啊，有些地方闹得很大，食堂非穆斯林食堂不可以开，变成非穆斯林家长要准备食物给自己孩子带去学校。这个东西就是，那么你的信仰是不是已经干扰到别人的生活了呢？我在集市吃是我的自由啊。那么如果是这么敏感的话，你就不要在集市烤鸡肉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为什么你要双标呢？既然你看到食物那么饥渴难耐，那你就在家里煮来吃了。这是比较粗鲁的，不是这个是比较直白的说法。OK， 当然我们讲说马来西亚是一个礼仪之邦，我们会尽量的去同理他人。所以我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因为我跟他有关系吗？我跟他有一个关系，朋友的关系，礼仪在，那个信任在。我知道他不是故意刁难为难我，或者在我前面显摆，那就有关系没关系。但是没关系就有关系咯。那我跟他又不熟哦，我看你就知道你是穆斯林，但是我就是要在你前面吃啊喝水啊，我不懂他行不行，我不知道。这样他就讲，哎呦，你怎么在我面前吃东西哦？你这样很辛苦吗？这样对他来讲说，斋戒可能真的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可能你一滴水会让它破防，可能啊。那么就讲说，其实你问我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礼仪？没有，只是我们讲说，尽可能的去，我们讲说，elakkan fitnah，避嫌。我们不要把自己卷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中。我成了穆斯林10年了，可能一开始第1年、第2年的时候，人家对我的这个身份会有一些批判。我可能会很在意，但我10年过后，我觉得可能人就这样子呗。对。可能我们做什么工作，人家也批判我。对。我信什么，人家也批判我；我不信什么，人家也批判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被人家讲嘛，那就算了。快思慢想这本书有这个说对，有第一个系统和第二个系统嘛。人批判对方，因为他懒得去想，懒得去考察。他就启动第一个系统，直接来。那你用第二个系统，你要去，哎呀，威廉是不是什么人啊？是中国哪里人啊？他家庭怎么样啊？给他贴标签，他很费神的，你懂吗？那我就先贴标签，方便来就个光头，中国人就个骗子啊，那很容易标签，对不对？那马来西亚啊，你是一个华人穆斯林，那你就进马来教，你就是一个马来人，标签就容易多了。那我就不用去想了，继续开心的干我的事情。当然，有想了解的人。他会来了解，他会好好的来了解。他正在启动系统2，他需要很用心的去问很多问题，去思考，去消化，也不简单吧，对不对？所以我也同理他们。有一些真正的坏人，他是用系统2让更多的人只打开系统1，对吧？就是你们都相信我，就是这样子。是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未来我们有机会多讲一讲，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信仰我猜到你会讲的，因为根据你上次的讲法，我就知道更多的你们的信仰是根据你的，就说你到底心是怎样的来决定的，对，而并非这个现实中复杂的实际情况一定要遵守一个所谓严格的像代码一样的规矩。对，我能够听得出来，是大马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其实用你的信仰可以帮我们解释生活中很多的烦扰和现象。对，因为大家了解真的蛮少的。我以前做投票说，你知道斋月期间啊，像穆斯林是不是连漱口都不可以？很多人觉得是这样还有些人到底一天朝拜几次也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生活在大马的大马是，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让大家通过
更多的这个沟通来增加了解。所以我们眼睛没有看到的，就当做是干净的 ，OK。然后就算这是很正常的，好像我们回去我们的家人一起生活。最简单的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家人知道我们已经是穆斯林，回归成为穆斯林，他们知道煮的菜里面我们大家都吃过猪肉，他们一定会1-2道菜是猪肉，我们回到去我们可以自己帮忙，或者是帮忙，他们有些人喜欢吃，我们可以放serving spoon，每一道菜放一个汤匙，我们知道那一个我们的汤匙不要下了，但是大家还可以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不要说你刚才你的汤匙这边拿过了，这一饭我不可以吃，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就这样照顾感情，照顾每一个人心所以呢，就算有那1-2道菜，我们不要动它就 OK 了的。我们不要说你的汤匙动那边，动来这一边这个变成破坏跟家人或者是亲友之间的关系，很不鼓励的 ，OK 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是一家人，兄弟姐妹所以呢，能够的话我们就尽量和睦相处，没有在眼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就当做是干净的。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你说非穆斯林华人对于伊斯兰这些信仰有兴趣吗？也是有的。可以像你们一样进来清真寺1-2次的人不多，他们不懂怎么进来。对所以能不能进来？所以很多时候责任就在穆斯林身上，还没去邀请嘛，还没去叫他们过来嘛，那就没有人敢进来了。我无端端的去一个清真寺进去吗？可以吗？敢吗？又不是游客区，好像粉红清真寺、钢铁清真寺就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去做个登记直接就走进去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而且就是这个一个社会的和谐、相互理解，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耗神的东西。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这个团结部嘛，就搞这种。对。好的，也希望可以这个情况越来越好，更多的这个跟你沟通。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在大马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毕竟是在大马这个社会的主体嘛，我们也真的非常想要了解。对，我相信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政策、很多的历史来源答案都在这里。是，好。可以，谢谢你，很高兴又见到你。好，我手吃饱吗？吃饱，很好，谢谢。好。